德国工业正在走向衰亡。德国制造曾是全球工业的金字招牌，从奔驰、宝马、奥迪、保时捷到博士、拜耳、西门子、巴斯夫，再到1000多家你可能不知道名字，却在细分领域独霸全球的隐形冠军企业。这些德国品牌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几乎就是靠谱和高质量的代名词。然而最近几年，德国制造却频频传来坏消息。经济连续2年负增长，制造业产值下降，产业链外迁，资本外流，甚至连曾经引以为傲的大众汽车、保时捷、博世、BBS 也都减产的减产，裁员的裁员，倒闭的倒闭。德国这个欧洲第1大、世界第3大经济体似乎正在失去动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曾经高高在上的德国制造到底怎么了？德国模式又究竟为什么会走向衰败？要说清楚德国制造为啥会走下坡路，就要先说说它当年是怎么走上巅峰的。作为老牌工业强国，德国的工业化道路可谓命运多舛。19世纪末，德国的工业化刚起步，虽然远落后于英国，但也慢慢建立起了汽车制造、机械制造、化工、医药和电子技术这4大支柱产业。时也命也，2次世界大战后，德国成了一片废墟。上世纪90年代，德国更是一度被贴上了欧洲病夫的标签，经济奄奄一息，失业率高企，社会不满情绪蔓延。尤其在两德统一后，社会和经济差距巨大，联邦政府负担沉重。但是德国没有就此倒下。进入21世纪以来，尤其在欧洲铁娘子默克尔的带领下，德国通过财政整顿、社会改革、加大投资，逐步恢复了活力。从2005年到2021年，德国 GDP 从 2.29 万亿欧元增长到了 3.62 万亿，涨幅高达 58%， 一跃成为响当当的欧洲发动机，欧洲经济的主心骨。此时德国制造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一体化和分工精细，产业链相对完整，从原材料的加工、零部件的制造到整机的组装，再到终端产品的生产，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覆盖到了。就拿汽车产业来说，德国不只有大家熟悉的奔驰、宝马、大众这些国际品牌，背后还有成千上万家的中小企业在默默地支撑着整个行业，专门负责各种各样的高精尖零部件。比如格哈迪专门做汽车上的金属徽标， Flyback 做汽车后视镜，韦巴斯特是全球著名的汽车天窗供应商，摩尔公司做汽车用的铅酸蓄电池， BBS 制造高性能的汽车轮毂，瑞凯威则以赛车座椅闻名世界。这些中小企业可能名气没那么大，但在各自的细分领域里都堪称王者。而这种高度分工、紧密协作的模式也带来了很多优势。首先，整个产业链非常安全，各个环节紧密相连，不容易被外部冲击打乱。其次，在技术上有深厚的积累，创新能力比较强。所以说，真正构成德国制造业根基的，不是那些全球知名的巨头品牌，而是众多由家族传承、专注于某一个细分领域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中小型企业，也就是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·西蒙所说的隐形冠军。别看这些企业规模不大，但其技术垄断、壁垒极高，利润率远超一般制造业，是德国经济真正的压舱石。不过呢，这种小而强的模式有天生的弱点，那就是抗风险能力差，转型难度高。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，原有的保护壁垒反而会变成作茧自缚，陷入路径依赖的陷阱。此外，德国制造业的成功还离不开欧洲一体化的大环境。欧盟的统一市场为德国企业打开了方便之门。一方面，德国能从欧盟其他国家获得物美价廉的原材料和零部件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。另一方面，整个欧盟市场人口多，消费能力强，为德国制造的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下游市场。有数据显示，德国大约 60% 的进出口贸易其实都发生在欧盟内部。也就是说，德国的经济和欧盟其他国家联系得非常紧密。如果没有欧盟这个统一市场，德国制造业的发展势必不能这么顺利。另外，欧元区的存在也帮了大忙。统一的货币让德国和其他欧元国家之间的交易变得特别方便，不用担心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，也省去了不少货币兑换的麻烦，这大大降低了跨国贸易的成本。再加上全球化的大潮，德国制造业更是如虎添翼。比如，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口便宜的能源和原材料，把那些自己不擅长、利润不高的生产环节，比如一些简单的零部件加工，外包到东欧、亚洲等人工成本更低的地方。这样一来，德国本土企业就能把更多精力和资源集中在高端制造、技术研发这些含金量高的领域，进一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，也能赚到更多利润。既然过去10年德国制造业看着顺风顺水，那为啥近2年突然失速了？第一大导火索就是能源危机。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，德国有1半以上天然气依赖俄罗斯，且能源成本低，供应稳定。这让德国制造业，尤其是化工、冶金等高能耗产业简直如鱼得水。但俄乌战争后，德国政府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，一门心思跟着美国制裁俄罗斯。北溪管道事件的诡异程度就不用说了，居然还搞出了炸火力电厂、关核电厂这样的脑残操作。
不是哥们儿，断了俄罗斯的天然气，自己又供不上，能源价格能不飙升吗？2022年9月至11月，德国能源价格出现暴涨，跟上一年相比涨幅超过40%。与此同时，通胀率也飙升到了7.9%，达到了自德国统一以来从未见过的新高。尤其是工业用的天然气和电力价格动不动就翻倍增长，这对于大量依赖能源的制造业企业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场灾难。不仅制造业的利润大幅缩水，还直接导致部分企业还停产和外迁。更糟糕的是，能源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迅速蔓延到整个产业链。高昂的能源成本推高了德国制造产品的价格，直接导致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，大量订单流向美国、亚洲等能源价格更低的地区，德国出口大幅缩水。而通胀飙升，生活成本的上升也让德国国内的消费市场承压。自2022年3月以后，德国 PMI 便长期低于枯荣线50%的临界值，这意味着德国制造业整体处于收缩状态。到了2023年7月，这个指数甚至降到了38.3，是过去10年里的最低水平。如果说能源危机算是内部诱因，那全球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就真的让德国制造业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德国是个出口大国，出口占 GDP 的比重远高于美英法。但这2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，中美欧3大市场的表现都不如预期，中国市场需求放缓，美国去全球化，欧盟本身增长疲软。同时，汽车、机械、化工等德国的传统优势领域正面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强力冲击。还是以汽车行业为例，自2020年以来，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，德系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从 27% 降到 22%。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？既然新能源汽车注定是大势所趋，为啥德国这些车企就是不愿意痛快转型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就是路径依赖。德国的燃油车技术可以说是世界顶尖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研发、生产、供应链以及售后体系都非常完善，上下游企业和员工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赚钱模式，大家更愿意继续深耕原有的技术和市场。可切换到新能源赛道就不一样了，等于之前的经验、设备、合作关系都要推倒重来。对德国这样的老爷车来说，这种转型不仅成本高，风险也大。更现实的是，新能源车虽然发展很快，但利润率其实没有传统燃油车高。德国车企一看，现在转型既可能会损失原有的竞争优势，还赚不到更多的钱，当然就不愿意贸然冒险了。但机会和窗口期往往就在一刹那间，一步错步步错，想跟上时代可就不那么容易了。不止汽车行业，德国制造业的方方面面转型速度都挺慢的，根本跟不上现在市场规则的变化。在数字化这块，德国的步子迈的也是扣扣搜搜。在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2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里，德国只排第13。数字化人才、企业数字化、公共服务数字化这几个指标都低于欧盟平均水平。德国研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甚至说，德国其实陷入了能力陷阱，即传统优势产业吸走了大部分研发资金和优秀人才，而新兴产业却一直没人气，发展不起来。德国人性格里的保守和刻板可是拖了个大后腿。在这种被动的局面下，德国那些大型跨国企业至少还有点家底和抗风险能力，他们可以把一部分生产线或者工厂搬到海外，去市场更活跃的国家，比如中国和美国，这样还能保持一定的竞争力，减少在本土遇到的压力和风险。但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，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他们通常企业规模不大，很多是家族传承，和当地的工人、供应商、社区联系特别紧密。说白了，他们的根就扎在德国这块土地上。既没有大公司那样的资源，也缺乏全球化操作的经验和能力。一旦遇到产业链调整、成本上涨或者市场变化，很难能像大公司那样说转移就转移。无论是搬迁工厂、改变产品线，还是进入新市场，都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和管理难题。很多企业甚至连在本地搬家都做不到，更别说走出去了。正因为这样，这些原本支撑着德国制造业基石的企业，在大环境变化之前，反而成了最脆弱的一环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，托起整个德国制造业的基石都不稳了，德国经济当然好不了。所以说，德国制造业由盛转衰并不是某1-2年的政策失误，而是深层次的模式危机。之前之所以能辉煌，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，便宜的俄罗斯能源，开放的欧盟市场，全球供应链分工，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。当外部环境稳定时，这种模式效率极高。可一遇到全球供应链断裂、国际贸易摩擦、地缘政治冲突、过度依赖外部红利、失去自我造血能力的问题也就暴露了。德国要想走出低谷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需要自上而下全方位的调整。首先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必须要在欧美同盟、对华关系、俄欧关系之间找到新的平衡，恢复战略自主性，为本国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。
比如在能源安全和绿色转型之间找到平衡，避免在脱俄、脱核、脱煤的3重夹击下被高能源成本压垮。再比如和中国继续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关系，积极争取更多的市场和投资机会。只要百万曹公衣食所系的跨国企业不倒，那些熬过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小而强企业才能争取到转型，进而找寻活下去的机会。德国政府也可以趁着这段机遇，加大对数字化、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半导体等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，打破旧有的路径依赖，激活创新生态。说到底，德国制造业的兴衰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时代变迁的缩影。昔日辉煌的德国模式一度代表着高质量、创新力和全球竞争力，但在全球经济衰退、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下，德国无力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德国工业的衰亡不是工匠精神失灵，而是时代变了，游戏规则也变了。谁能率先觉醒，勇于自我革新，谁就能引领下一个时代。德国模式走向失败的背后，也是美国、日本、韩国等全球制造业大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。大家可能注意到了，我在提到制造业大国的时候没有提到中国，那是因为咱家根本就没有这些问题。这些自废武功、缺胳膊少腿的所谓制造业大国，已经和咱家不是一个次元了。一句话，只要能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，那就没有不能解决的困难。德国制造能否再现奇迹？答案其实就掌握在德国人自己手里。36省的简称省会：黑龙江省简称黑，省会哈尔滨；吉林省简称吉，省会长春；辽宁省简称辽，省会沈阳；河北省简称冀，省会石家庄；甘肃省简称甘，省会兰州；青海省简称青，省会西宁；陕西省简称陕，省会西安；河南省简称豫，省会郑州；山东省简称鲁，省会济南；山西省简称晋，省会太原；安徽省简称皖，省会合肥；湖北省简称鄂，省会武汉；湖南省简称湘，省会长沙；江苏省简称苏，省会南京；四川省简称川，省会成都；贵州省简称黔，省会贵阳；云南省简称滇，省会昆明；浙江省简称浙，省会杭州；江西省简称赣，省会南昌；广东省简称粤，省会广州；福建省简称闽，省会福州；台湾省简称台，省会台北；海南省简称琼，省会海口；新疆简称新，省会乌鲁木齐；内蒙古简称蒙，省会呼和浩特；宁夏简称宁，省会银川；广西省简称贵，省会南宁；西藏简称藏，省会拉萨；北京市简称京，省会北京；上海市简称沪，省会上海；天津市简称津，省会天津；重庆市简称渝，省会重庆；香港简称港，省会香港；澳门简称澳，省会澳门。你们都是哪里的呢？